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 V 公司例行记者会。今天的消息有这些：V 公司注意到辣椒叔最近的一系列言行，鉴于他的言行指向性越来越明显，我们正在考虑寻求司法程序的解决。青阳品牌将每周的公众开放日活动延长半天，并在活动期间向失踪者家属互助会免费提供活动场所以及相关服务。好了，今天的消息就是这样，请提问。 您说的辣椒叔言行指向性越来越明确，能否说一下具体指向的是谁呢？对不起，这个不能由我们来说明。是大中华区总经理徐然吗？是我。你怎么来了？你今天穿的还蛮好看的。 让我说两句话。各位媒体朋友们，也许这就是你们希望的。下面由徐总讲话。各位，今天我要说的，并没有什么惊险或是煽情的桥段，而是一个平凡人平凡的经历。8年前，我在美国创业失败。 回了国，一切都从头开始。我花了8年，走到今天，成为了一个职业经理人。8年前的失败是惨败，8年后的成功，是我努力工作的回报。女朋友？哦，认识而已，算不上朋友。接下来我要说的，你们可以作为法庭上的陈述，也可以当做今后我在法庭上的证言。在各位记者和公众面前，我保证，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各位可以举证，因为这段陈述之前就在法庭上用过。 没错，8年前，我在美国就上过法庭，因为当时这个案子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整个庭审的过程没有被公开。如果各位感兴趣，我可以提供给大家查阅资料的索引：美国加州大学法学院图书馆、Santa Clara 法院，2000年到2005年卷宗。Santa Clara 就是著名的硅谷所在地。本人陈述如下。 徐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与合伙人马凯于2000年在 Santa Clara 成立面具科技公司。你相信吗？你觉得呢？我完全相信。他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绝对不会爆这么猛的料。在美国被告的全过程全都亮出来了。是吗？我是学法律的。 这个叫做案底，不能轻易告诉人家，除非是特别牛的人，告诉人家我被告过。当时投资人以为我为了谋取私利，把核心技术卖给了别人，把我告上了法庭。我的合伙人马凯基于对我无条件的信任，出庭为我作证。最终，法院裁决我无罪。 这就是8年前我在美国失败的经历。下面的时间留给各位记者提问。其实刚刚徐总的发言有一部分也证明了辣椒叔之前在网络上的爆料是真实的。那么徐总，您对此有何看法呢？我否认我窃取了核心技术，我更否认商业欺诈的行为。有关辣椒叔的一切，我不想做出任何回应。下一位。好，我还有一个问题。 辣椒叔的爆料其实并不是法律上的控告，而是在左右公众们的观感。如果您影响到了 V 公司的形象，那您是否会选择引咎辞职呢？对不起，这位记者朋友，您的提问太过于主观性和攻击性，徐总不予回答，谢谢。好 ，OK， 对不起，我收回。我想我应该不会辞职，
现在工作不好找，辞职了吃什么？我自认为是一个勇敢诚实的人，我不会向恶势力投降，除非他们把我彻底打败。今天是我们失踪者家属互助会在这里的第一次活动，以后我们就要在这里安家了，不用再为每个礼拜的搬家而烦恼了。我们的活动就是倾诉，向朋友们和有相同遭遇的人倾诉自己的遭遇。我们会发现，原来生活还有希望。我们并不孤单。今天轮到安安同我们一起分享她的经历。徐总，冯总不会是气还没消，到这儿来找江东的吧？签约。我想过很多方式表示对你的支持，打电话，请你吃饭，发邮件，但是我觉得都不如直接把合约送过来好。看来一个有经历的男人，果然更有魅力。能够得到冯总的合同，我很荣幸。不过说实话，我不相信你在美国没做过那些坏事儿，只是喜欢你的表述方式。我没见过一个人脸皮厚的这么理直气壮，所以我决定跟这人合作，有前途。我现在正式成为甲方了，我要求你修改广告方案。你们提出的青阳男士的形象还不够清晰有力，我讲究效率。1天时间，新方案。这位新朋友，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我叫汤七七，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离开了我们。我从小到大是跟妈妈一起长大的，可是在我高考的时候，妈妈也忽然消失了，所以我考试发挥失常，最后考到了一所很差的大学。毕业之后，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所以我现在很想念我的爸爸妈妈。我给他带了一点好吃的。我替他谢谢你。不客气。你可以去拍，但是要经过他们的同意。我已经问过他们了，他们完全同意。不过你的那位朋友呢？我已经决定放弃，不拍他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原来在你出生的时候，你爸爸就离开你了。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跟你做什么拐杖游戏的爸爸，是你的继父。他们那些都太伤心了。我要是不伤心的话，也说不过去吧。你不用相信那些，都是我瞎编的。不过那个说拐棍故事的爸爸，那是真的。我都不知道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你可以不用相信我啊，就像我也不相信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人。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吧。拜拜。拜拜。咪咪。徐先生晚上好，您需要的冰块我已经给您备在桌上了。谢谢。那徐先生晚安。
12块，水电费112块。美女，请你的。谢谢。我知道一个很好玩的地方，要不带你去嗨一下？嗨一下可以，但为什么是跟你的？去了你才知道会有多嗨啊！我去下洗手间。叶柔同学，你要洁身自爱。你还是个道德警察。最近有色狼出没，所以我便衣出勤。你要是碰到什么困难，记得报案，人民警察会帮助你。好，6个电话。110。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你不要忘记，我有名气，也有钱，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做到。你喝多了，你还是走吧。我只是来告诉你，你毁掉了我，你要对我负责任。你还是走吧。我无家可归了，都是你造成的。我只是无意中拍到你那段视频而已。就是因为这段视频，我没有了女朋友，一个也没有了。我没有到手代言合同，没有2部戏，没有人来找我了，你知不知道？是你造成的，你要负责任。走开！是你造成的。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最好马上就出去，要不然的话我就报警了。报吧，传出去又扣我一脑门子屎。无所谓，反正你已经把我埋在坑里了。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我想怎么样？谈谈人生、理想，还有爱情。等你找个清醒的时候吧。等你清醒了之后，我可以好好的跟你谈谈人生还有理想。但是现在，你给我马上就出去，要不然的话我就真的报警了。你现在已经喝多了。你再说一遍！你放开我！我就是喝多了，就一个住在18平的丫头，竟敢和我斗！喂，你好，是120吗？我这儿遭到暴力袭击，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忽然闯进我家里乱砸东西。我家住在和平路3号楼6单元101室。对，麻烦你了，尽快啊！我报警了！大晚上的，本来还想好好休息呢，就被你这种人给毁了。像我这种要上班的人，明天还得一大早起。像你这种人，
想到几点起就几点起，就这么祸害。进来。警察同志，我就是叶柔。他就把你的号码告诉了我们，我们现在只能通知你了。你和他什么关系？邻居。他要拘留7天，你回头给他拿点厚衣服和被子吧。他干什么了呀？他把这个女孩子家都砸光了。 请等一下。什么事啊？张大宇是名人，他有钱，他也愿意为了保全名声而付钱，所以我建议这件事情你最好保密。我相信他会赔偿一切，他能给你，一定比你从媒体那儿拿到的多得多。想要多少，我帮你参谋参谋。再见。对不起。 也许我误会你了，但我也希望你可以理解，他现在正好是事业的低潮期，平时被宠坏了，发起疯来谁都拦不住，而且他是个公众人物，也有自己的苦衷。我并不想曝光他的绯闻，那段视频是我拍的，是我让他陷入了绯闻之中，但我是个拍客，那是我的工作，我并不是狗仔队。如果你看过那段视频的话，你就会知道。 我是无意间拍到他的。张大宇人呢？他在里面。他干什么？私闯民宅，还砸了人家家具。为什么？喝醉了。 有损坏人家东西吗？应该没有贵重物品。应该？什么应该啊？损毁个人财物上万的可以判刑，你知不知道？没有贵重物品，而且可以赔的。赔谁赔啊？他赔还是你赔啊？张大宇赔。有人受伤吗？没有。 行政拘留4到7天，我估计你今天后再过来领人吧。你明天就送一些被子、保暖的东西进去给他。哎，你先走。你干什么呀？你才刚做完深刻检讨，你就不守交通规则啊？陆校警官，我没用，触犯法律谁都保不了他。一个公众人物尤其要自律，进去接受一下教育，对他也是好事。 他是我以前男朋友。哦，你的前男友就可以喝醉酒跑进在家里砸烂东西，还不想接受法律制裁啊？我没有说他不想接受法律制裁，那谁让他被你们抓起来之后就留了我一个人的电话号码呢？我承认是我倒霉。我一个快奔30的女人了，被他一脚踹了，分了手了，还被你们大半夜叫起来说是他唯一的联络人。 我这辈子就来过3次派出所，全在这个月，全在你们这儿了。你以为这是好地方吗？那我能怎么办呢？我不也得要帮他吗？就算他喝醉酒去骚扰别的女人，我不得也得帮他吗？因为他想得起来的只有我，就像我想得起来的警察只有你一样。我不找你找谁呀？怎么听起来是我不对啊？我这么说了吗？我没有承认是他错吗？ 我在电话里没有谢谢你，魏警官吗？我说过我没有办法，
你那天撞车是因为他吧？算了，当我什么都没说。我知道我不该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谢谢你，魏九。我知道。好，没问题。行，那就先这样，再见。我知道错了，老大。可是，你能告诉我今天究竟犯了什么错吗？你知道错了啊，唐琪琪。你听，你有没有听到电话声呢？有没有听到？我告诉你哦，你看大家接电话，他们通通知道哦，这电话声就是金钱的声音哦。现在就是你不知道，我发现整个公司就只有你不了状况。我的天哪，唐琪琪啊，你竟然不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线索，什么是没有价值的线索？哎，你配坐这张椅子吗？你配吗？我一定努力工作。争取能够配上这张椅子。那现在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呢？你需要告诉我，昨天晚上张大宇为什么被警察带走？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向您解释的。唐琪琪呀，唐琪琪，你不要跟我解释，我来跟你解释好不好？案发现场是不是在文明路？是不是？是不是在你家附近？是不是？我的天哪！这天上掉下来的新闻掉到你家，你竟然都接不住哎！我的天哪！你一点点的职业道德，一点点的职业嗅觉性都没有哎！幸好崔大兵不知道事情的原委，要不然更会骂死我。你不要跟我装可怜，在那边想半天。你现在赶紧去。把张大宇的行踪给我查清楚，查得水落石出再回来，要不然我永远我不要看到你。可是我们是拍客，不是狗仔。唐琪琪呀，我真的现在很后悔耶，我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去买彩票。你要很庆幸哦，昨天晚上没有任何媒体在现场，要不然啊，我会被总编骂得跟臭头一样。老大，你这是体罚员工，他可以告你了。这个创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成功男人站在高山之巅，挥舞着球杆，一击而中。接下来呢，镜头是俯拍，一个高尔夫球，这个球飞上高空，越过山谷，在高空中，球跟一只鹰擦肩而过。接下来精准地落入了这个球洞。最后切回画面是这个男人的画面。同时响起青阳的广告语：“青阳男性无懈可击。”整体的效果还可以，但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失望。这个创意可是你之前同意的，而且高尔夫球对应的是成功和精英感，老鹰球对应的是突破和勇敢，高山之巅对应的是独立，还有这个老鹰和球擦肩而过这个创意是我们很得意的，这个对应的是自信。我承认这是一个好创意，但是离我的要求还是有点距离。徐总要求一直都特别高，绝对不是针对你们。以前的产品广告，他也是亲自审核的。你错了，我是对青阳这个品牌的要求特别高，它是我们近几年来的主打产品。从总部到亚太区，直到整个大中华区，对青阳的期望值都非常高。我来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你的这个方案，针对的是男性消费群，
我早就跟你说过，青扬的产品除了男士洗发水，还有女士洗发水。另外，这个方案里的男人，代表的应该是你父亲那类人，不缺钱，有地位。人生的挑战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怎么样可以一杆进洞。这不是具有青扬精神的男性。那青扬男性应该是你吧？也不是。我脑海中的画面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一座充满阶梯的迷宫里攀登较量，看谁能够先达到顶峰。好，这个创意好。那我回去再做一下策划案。先走了。罗总，我送你。徐总，1分钟后紧急会议在李总办公室。这么着急？是的，是临时通知的。好。这个是从美国寄过来的律师函，刚刚寄到我们的律师团，是要起诉你在8年前涉嫌欺诈贪污私募基金。原告是一个叫马凯的华人。马凯曾经是我的合伙人，他以前是证明我清白最重要的证人。我们的律师团跟他接触了一下，基本上没有调解的可能。马凯调解开出来的价钱，天价，就是奔着调解不成开的价。请进。李总，徐总，来了，坐，看一下这个。徐然在早几天的公开声明里宣称，马凯是他当年在美国被判无罪的关键证人。但是现在，马凯在美国起诉徐然欺诈贪污2000万美元的私募基金。我是刚刚收到马凯寄来的资料，我要求徐然自己出来向全体客户公开道歉，否则我将公布我手上的所有资料。我要你们重新评估一下这个事件对品牌及公司的影响。我们该怎么做？现在有人正式起诉，事情的严重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评估，我有可能败诉。按照美国的法律，如果起诉成功的话，最高能判200年刑。可是我们在中国，在中国起诉，罪名一旦成立，至少是无期以上。叶总，你请我到这里来，恰恰验证了我所言的真实性。你们到底开始面对现实了。就公共观点而言，一切关于我们公司的相关新闻，不论是真伪，我的责任就是分辨、判断和甄别，然后决定是请谁走人，还是还击对手。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很喜欢徐然。是吗？那你想说什么呢？其实我跟徐然之间没什么冲突，我是对事，不对人。你们也别想收买我，没用。我们没有必要收买您。我们公司进入中国市场20年以来，用户的支持率高达80%。相信你也关注了自己的用户调查，有60%的人认为您在哗众取宠。然后呢？我们公司从来不威胁别人，当然也从来不受别人的威胁。这一点和我们合作的183家强势媒体可以证明。我们有强大的信息发动器和舆论清道夫，雷霆之怒可以让不实的传言轰得一干二净。只是我们从不滥用。辣椒叔，我觉得您还是直接提出你的要求，这样便于我们理解情况。我唯一的要求已经说过，徐然向公众道歉。您觉得公司会同意这样的要求吗？对于一个不存在的丑闻，让一个总经理向公众道歉？你怎么知道不存在？你听说了什么？关于你，
消息传得还挺快。冯氏家族有自己的消息渠道，大家都在说你这次败诉的几率比较高。胜诉还是败诉，要上了法庭才知道。我想问的是，你确实做过这些事儿？如果你相信我，就不该问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你确实做过这些事儿？如果你相信我，就不该问这个问题。我有我的理由。我要确认我的甲方是在道德上没有瑕疵的。你的甲方是 V 公司，不是我。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一个女人没有理智到能把这个概念分清楚。我要满足我的道德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想知道我面对那些失败的投资者，心里会不会内疚啊？我的那些投资者有自杀的，也有在街上追我的，还有直到现在都在打工还债的。你说我会不会内疚？可是内疚没有用，因为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公司破产了，我就对他们没有责任了。告诉你这些，可以满足你的道德感吗？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我相信，你应该是第一次跟一个不太熟悉的女人讲这些吧。一起吃饭吧。有没有人说过，你打字的样子很优雅？工作期间，我应该少说废话。你告诉我的都不是废话，我会建议徐总给你加薪的。最近有没有什么？徐总平时呢是不喜欢凑热闹的，但是最近几周他都会去参加一个叫失踪者的互助会。他去干嘛？谁知道呢？可能有他在乎的女孩吧。哎，你刚刚说给我加薪是不是真的？如果你能告诉我他在乎那个女孩是谁，就是真的。这附近有家日本料理还不错。徐总。我出去一下，大概2个小时以后回来。如果有人找我，就让他打我电话。好的。对，特别近，就在这里。会不会就是那个女孩呢？现在是治安检查，请你出示身份证。看什么看呢？就是我。又一个人来喝酒。我才没有。他是我男朋友。身份证。走，去你家。哎呀，放手！不是说是你男朋友吗？临时的，你不动啊？走吧，走吧，走吧。别闹！放开！走。放开！放开！哎，走啊！你谁呀？你放开我！放开我！废什么话呀？走，去你家
别扫兴嘛！你神经病，谁呀你？走。你放开我！干嘛啊？在大街上不要拉拉扯扯。她是我老婆，关你什么事儿啊？谁是你老婆？谁认识你？车在哪？叫我喝醉了。走啊！你怎么不走啊？我们得先找到你的车，要不你就跟我回派出所。立正！你干什么？你疯你了？很凶啊！走啦！哎呀，你走啊！你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你不能动一个警察的警帽，你知不知道？跟我说你车在哪，我替你开回去，可以了吧？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车在哪？找到你的车，你就能摆脱我了。你不是一直很讨厌我？也对。那走啊。爸，你猜对了。哼。说什么呀？我说你聪明。说什么呀？我说啊，你猜对了。这个人害我撞车的，就是他，就是他。唐浩文，哎，你不要管我！你干什么啊你想怎么样？我想学手铐。莫名其妙。哎呀，你躺好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交给我，我是绝对不会放开你。你得先放开我才能教你啊。那好吧。手给我，压着，扣了。好神奇哦，这个这么快就扣上。莫名其妙，学着不知道干什么。是这样吗？你干什么啊你？这不是就弄上了吗？这不就是要铐起来的？那不然要怎么？
有毛病！你干什么啊你不要！你干什么啊？我学来就是要这样用的，那不然刚好靠起来干嘛？小弟弟，因为你看过我的身份证，所以你知道我的年龄，我就要把你铐起来，这样你就不会上社去了。乖。喂，你这是袭警哎！喂。喂，许然，我告诉你，你再不来我就死定了。服务员，麻烦帮我这里收一下。喂，我不管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我也不管你到底想不想起来，但是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的徐然老板在你门外。喂！你怎么在我家啊？怎么回事？你赶快去开门吧。衣冠禽兽！流氓！喂！徐总，你怎么来了？我可以进来吗？进去。叶总，你跟张大宇之间的感情是你的个人隐私，我无权过问。可是当张大宇被选为青阳代言人的时候，你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公司。是，我错了。我个人的建议啊，你应该把这些照片都收起来。不行。谁都不许动他们。好，我不动你的东西，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你把这些照片都扔了，要么你离开这里，
我不希望你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情绪里。你还有工作需要负责，你还有新的生活要面对。好，我跟你。你看人家多干脆，门一锁就再也不进去了。我们两个不一样，他失去的那个人还真实的存在，还活在这个世界里。可我失去的人，原本就是不真实的，是一个幻境，是别人给我设下的一个套。他只活在我的回忆里，可我宁可相信这些回忆都是真实的，因为它让我快乐。对不起，阿姨，我是刚从公司赶回来的。你看这些损失怎么算？这里所有的损失，我来赔偿。真不是我说你的，你们这些年轻人简直是让人受不了。你都带一些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来家呀？我简直是忍无可忍，我考虑要让你们退租了。啊！千万不要，阿姨，我保证这绝对是一次，以后再不会有了。还有下次。喂，老大，我现在在外面跑线索呢。好，那我现在就回去。对不起，阿姨，我现在必须得赶回去了。我刚是跑线索，中途赶回来的。您看，这儿现在全都毁了，我一口热水都喝不上，从早上到现在一口饭都没有吃过。不过你放心，等到周末时候，只要我一有时间，我一定把这里一切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好吧，就这样，我先走了。这些年轻人，把这两个凳子给我搬走，还有那沙发搬进来。哎，阿姨，你来之前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呀？这是在干什么呀？这样没法住人了。没法住，那你就别住啊，你搬走啊。我们昨天不都已经说好了吗？损坏这些家具，我全都赔钱给你。赔？你能赔多少？那两桌子我都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呢。我再去取钱给你好吗？钱肯定是要赔的，但是你必须给我搬走。你今天找几个人过来，把我家里面搞得乱七八糟。明天你包不准还找个车队把我的墙给拆掉了。这房子与其让你这样不省心的人住，倒不如放一些旧家具，你收拾收拾，准备搬走吧。
那沙发呢？谁呀？你大白天躺这儿干什么呀？哎，和我合租那哥们儿结婚了，小两区变成婚房，我被赶出来了。哎，你笑什么？我呢，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坏了吧？我喜欢先悲后喜。坏消息就是，我们家那个房东在家里闹家具总动员，我被驱逐了。好消息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找房子。哎，在你找到男朋友之前，你可以先拖在我这拖完。据网络红人辣椒叔爆料，备受关注的 V 公司某高管涉嫌欺诈、贪污2000万美元的私募基金丑闻案有了进展。自从辣椒叔强烈要求 V 公司这位高管向全体客户公开道歉开始，截止今日此时此刻，已经整整过去了259200秒。这滴答流过的每一秒，这位高管都有机会站出来忏悔自己曾经所犯下的罪恶。天哪！仁慈的辣椒叔给了他259200次的机会，他竟然一次也没有珍惜，真是人神共愤。因此，我决定将公布我手上的所有资料。我在中餐厅洗了30年的盘子，这是我准备养老的钱呐，就这样被他洗劫一空。我要是再碰见他，我就拿这盘子砸破他的头。这是我妈救命的钱，就让人给坑了。我妈这连病带气，这么躺下，就再也没起来过。当年弑母自尽的时候，他可是满嘴的好话，拍着胸脯说保证受益，差点把胸脯给拍烂了。就这样，我给了他10万美金呢，却连骨头渣都没有剩下。我是马凯，久违了。你能相信吗？我有整整8年的时间，没有走在白天的阳光下。为了还债，我就住在这个地下室里。我是见活就借，见钱就挣。我昼夜颠倒地给人写程序，去便利店我甚至不敢用自动收款机，因为我害怕他会嚷嚷出来说您的卡上没有余额。我就像是一只深埋于纽约地下的老鼠。这就是我的生活，一个哈佛全奖获得者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拜他所赐。8年的时间已经耗尽了我对他的友情。他是个骗子，我要起诉他。今天我把这位高管的名字透露出来，他就是 V 公司大中华区的总经理薛朗。喂，简单，我今天必须是徐总进公司后第一个见的人，请帮我安排一下，谢谢。徐总早。网络传播的速度真是快，恐怕这栋楼里所有的人都看过我那段视频了。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你是想知道那段视频里说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徐总，对于您的过去，我没有任何兴趣打听。但是从公关角度出发，你必须要回答我几个问题。
因为你的名字已经被网络曝光了，而且公司的员工从各种不同角度知道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 我们不做正面回应，只是向公众展示我们公司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取向。徐总、叶总，你们都在。辣椒叔的视频你们都看了吧？我有绝对的信心，可以把这次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只要我们立刻派出我们的律师团，对辣椒叔、马凯还有视频当中那些人提出告诉，让他们知道毁谤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将面对的是中国和美国 最优秀的控方律师，杨诺，他们没有撒谎，也没有造谣，他们真的都是受害者。我不管他们是谁，他们对公司的伤害已经造成了，告我是一定会告的。好了，这件事情不用你处理，这场公关危机我已经全部交给叶总来处理了，我相信你一定会处理好的。放心吧，徐总。 我现在就去准备。你又可以享受打击我的快感了。是啊，我好享受这种快感。不知道你看到马卡的 video 之后，心里有什么感觉？ 他老了，而且眼睛里充满了仇恨，这些都要拜你所赐。熊佳姐，我还真不相信，我就逃不出你的掌控。不过呢，你还是要来见我的。我有关于需要的信息，来不来随你。我被房东赶出来了。啊？哎，没事儿，我有一朋友正好要出租房子，就在那个 CBD 商圈，4室2厅的，房租给你便宜一点，1个月8000块。8000块还叫便宜啊？都抵我好几个月工资了。你说你刚被房东赶出来，心情得多糟啊！你现在就需要的是一个又大又明亮的大房子，让你的心情变好一点。你听我说，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天要开开心心的。可是我现在随时都可能会失业。是吗？你说来听听。崔大饼说，我这1个月发的所有的视频的点击率加起来，还抵不过他付我的工资。所以我怕我会失业，而且这年头最难找的就是工作了。唉，现在的工作是挺难找的。你也有烦心事啊？没有啦，听到你的抱怨，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就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了。你心态真好。哎，你说我要找工作的话，肯定比你容易吧？你想换工作啊？没有啊，我就随便那么一说。哎，我在电视上看到爆料说你们老板是骗子啊。那都是胡言，乱说。那他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受影响啊？碰到这种倒霉的事情，心情一定很差吧？换作是我的话，早就崩溃了。他就跟钢铁侠一样，没事人。那你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呀？这还真不好说。
你说这些有钱人谁没有一本血泪史啊？不是他自己的，就是别人的。今天上午他还跟我说视频里的那个人就是他以前的合作伙伴。你说他跟我说这些干嘛？反正他的事，公司上上下下也不敢乱猜，猜了也白猜。那这么说的话，这件事儿就是真的啦。反正呢，不管真和假，无论什么大风大浪，笑到最后的肯定是他。哎，徐安出事了，知道吗？不知道，徐然谁啊？哎，徐然是微公司大中华的总经理。今天看了新闻才清楚，他以前在美国是个骗子。我觉得这哥们儿挺帅的，没想到会是这样，骗子。是吗？骗子！这家租房广告完全是个骗子，一套房子同时3家租着，早上起来打了个电话，2个月前已经租出去了，太不靠谱。预算，你们知不知道预算又超过了啊？预算又超过了，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吗？要不要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好不好？啊！我现在还要问你们一件事情哦，我们的部门通通都出去了，那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因为我们的房子到期了，马上就要被扫地出门，所以我们想在公司上网查查看有关租房记录。你们的房子哦，你们同居了？没有，通通都到期，你们骗我就对了。没有，我们有线索的。我最近找到一个失踪者俱乐部的团体，里面所有的会员都是有过亲人失踪的经历，他们每周会聚一次，谈自己的亲身感受。所以我想，我只要追踪下去，就一定可以拍到很动人的故事。很动人的故事啊，汤七七。你是住在哪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哎，他住在哪里？他什么状况？你告诉我好不好？啊，我觉得你好像是火星过来的哦，你完全不了地球人是不是？你知道现在地球人已经忙到不可开交了。我告诉你，汤七七，你说那些苦情戏，没有人要听了，现在没有人要看。现在很简单，就是要吸金啊，吸金，你知道，吸了金之后才可以吸这个金，你了不了状况？我告诉你哦，你要去拍什么俱乐部，你去拍啊，除非你可以拍到戏剧女王小月月的故事，你能吗？你不能嘛，对不对？老大，我不能拍到小月月的故事，可是我一定可以拍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相信只要有感人，就一定可以有关注度。就好像你当年去看罗大佑的演唱会，从北京到上海，每一节车厢都坐满了去看演唱会的 IT 人士。你还不是一样挤在他们中间，硬座挤了一整晚上，还唱歌唱了一整晚的罗大佑，可是你第2天还是掉头又回来了，因为你没有买到演唱会的门票。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啊？我有没有看罗大佑演唱会？你怎么知道啊？我那时候几岁？你几岁啊？啊？你笑什么啊？这跟你什么关系？那你笑什么呢？我告诉你，汤七七啊，这事情非常简单呐。我告诉你，只要有点击率，你知道，点击率上来之后你就没事了，要不然你就了吧。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懒得跟你说了，你要小心了。哎，老大慢走。